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四川宜宾的筠连县，最近可能都会在四川和重庆这边转一转。这里也是云南和四川的交界的地方啊。刚刚到这里，今天来到是一个小山村，主要是看一座古墓。我们之前在陕西、湖北还有河南看到了很多番王墓、黄帝墓，还有那些历史上非常有名的。那今天看到这座古墓呢，有一个奇特之处，就是它是以前古代的知县。那正常来讲的话，一个知县的墓不会很豪华，但是我看资料说会打破我们的想象，跟湖北利川很多古墓很相似。现在去走一走，看一看。经历了1-2个月的高温，终于凉快下来了。大家看一下山区里面的风景，乌漆弥漫，这个是不是有点像仙境？在云贵川都知道是很多大山，所以很多村落呢也是坐落在这种大山里面。每次我们说来到农村，最不缺的就是各种农作物，冬瓜、玉米，还有各种那种烟草一样。农村的生活还是非常丰富的。在马路边看到很多这些东西，一大片啊，这可不是菜呀，应该是一种烟叶。我上次在云南就闹了一个笑话，一开始以为是菜，后来问了一下，是那种弄烟的一些叶子。问了很多村民，得知知县的古墓就在这个上面，得爬上去啊。已经看到了，就在那个位置，感觉跟一个皇帝的封土堆一样的。这个很奇怪啊，这是在一个半山腰，然后呢把它墓冢还放得那么大。我站在这里，突然感觉有一点很神奇。如果不是提前知道墓，以为这是一个房子，然后里面是一个山洞，或者有人居住一样的。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相像？而且它那个屋顶啊，算是五殿式的，这个规格就很高了。我们已经来到墓的这里了。这个墓的主人是叫做房义，是夫妻合葬墓。从古至今都讲究夫妻合葬墓，特别是在封建社会，你像皇帝都是帝后合葬，那大臣包括地主也是一样的。所以在古代，正妻的身份是非常高的，还有讲究一个嫡子、嫡长子继承制嘛，特别是明朝是非常明显的。那这座墓它是属于2部分，一个是墓冢，一个是墓坊。我们经常说牌坊，在墓前面呢，这个就叫墓坊，是3间4柱3楼的布局。特别是我们看很多帝王陵啊，明清帝王陵，它前面就有很豪华的那种石牌坊。像雍正的有3座，好像是世界范围最大的。那这个墓是坐东朝西，占地面积看起来是不大，只有40平方米。但是我感觉后面这个巨大的土堆啊，应该也是它的，就有点像看帝王陵，前面呢是一个碑，后面是一个巨大的封土。在这个墓坊的中间有几个字“玉秀钟灵”，在很多墓碑上面都有这几个字，因为它修墓有一个作用，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发达。旁边有几个小字道出了墓主人曾经的身份。他在世的时候任过浙江江山县知县，就是我们说的知县大老爷。江山县是浙江省的一个县级市，但是让人奇怪的就是说，他在浙江当县太爷，去世之后却埋葬在宜宾的筠连县一个大山里面。我查了很多资料，也没有发现他是宜宾这边的人，他老家也不在这边，却来到了云南和四川交界的一个大山里面。难道是隐居，或者是说犯了什么错误吗？这是一个谜底。同时，这个庞大而又壮观的墓葬又是一个大大的问号。这个墓碑大概高度是4.7米，也是十字仿木结构，5殿顶。这个一般在陵墓还有那种石椁非常明显，在陕西看到很多。在这个上面呢，还有很多雕刻，有花鸟禽兽、窗纹等等，相当的华丽。像前方这个中间是一只鹿，左边这个是什么水果，右边是花朵。
雕工还是很可以的。在这个中间还雕刻了栩栩如生的麒麟，一般是有这种说法：麒麟为人兽，是吉祥的象征，能为人带来指示，庇佑后代子孙繁荣昌盛、富贵祥和、多子多福等等。所以在很多豪宅、正常的宅院有麒麟，然后像这种墓葬上面也有麒麟，就是这个含义。墓碑上写的就是皇亲代政处士，皇亲就代表他在古代当过知县，当过官员嘛。处士在古时候称有德有才而隐居、不愿意做官的人，而后面呢泛指未做官的士人，所以就感觉有点奇怪，他到底有没有做官，无从考证，因为这个人的资料太少了，我也没找到。另外，我们来说一些这个墓葬的故事。我们之前看到很多清朝官员的墓葬都修建的比较豪华，来显示他的身份和地位。你像这个墓葬，他主人当过知县，都能修建这么好。一般这种情况是清朝的墓葬离我们现在比较近一点，在清朝之前比较远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清朝的那些官员，他的收入比较高。古代那些知县也好，或者上一级的官员，他们都是有俸禄的。其实他们明面上的俸禄是不高，但是在清朝有一项制度叫养廉宁，是在雍正时期设立的。雍正继位的时候，官员贪污比较严重，故而呢，为了打击贪污，他就设立了这样一种制度。除了本身你的俸禄之外，还有一个养廉宁，它其实相当于是地方上的灰色收入。养廉宁收入取决于你那个就职的那个县大小，比方说你这个地方有2万户，你的养廉宁可能就是2000两，4万户就是4000两。如果你的税收越高，那你的养廉宁就越多。所以当时雍正设立这个制度初衷是好的，但是后面也变味了，因为那些官员的话，他知道如果我上交的那个钱越多，我得到的越多，那么上交的是从你哪里来的？从下面老百姓那里弄来的，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。故而在清朝，很多这种7品官、6品官能够修建这么好的墓葬，也情有可原了。因为在古代嘛，那些人讲究死后要大操大办的。在这个墓碑上面还有一个道明启后，什么意思呢？说是这个主人有反清复明的意向，这肯定是假的。因为作为清朝的官员，他也是有考察的，特别是受那个儒家思想教育那么多年，并且他当官的时候是清朝嘉庆年间，那个时候清朝已经统治很稳固了，所以说他是反清复明，有点说不过去。这个墓葬修建的确实挺豪华，墓主人说是当过江山县的知县，但是查了很多资料，并没有明确的记载，故而这个知县的身份可能有点水。其实我们中国地大物博，很多这种古墓葬身份考证不出来，因为历史太多，名人太多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，很多呢墓主人身份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。